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10月2日星期四，佛历11月上初时，万象晴，26到33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503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3基普，跌幅 0.01%。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 662.55 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1.38 基普，跌幅 0.21%。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005基普，与上一个交易日持平。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 1418.2 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3.06 点，跌幅 0.22%。开盘 1420.15 点，最高 1420.56 点，最低 1372.92 点。成交量206200股，成交金额1亿7006万7000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中老证券，收盘价135基普，交易量116100股，其次是外贸银行和老挝电力。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730基普，交易额1亿2310万2000基普，其次是老挝电力和中老证券。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4172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下跌4万基普，跌幅 0.1%。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10月1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988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378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8360基普。相较于上一次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本轮调价柴油价格上涨350基普，涨幅 1.79%， 普通汽油价格上涨30基普，涨幅 0.13%。95号汽油价格上涨40基普，涨幅 0.14%。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第二次全国人口与发展会议召开。10月1日，财政部与联合国人口基金在万象举办了第二次全国人口与发展会议。副总理吉乔凯坎皮吞主持会议并强调，老挝近一半人口在25岁以下，他们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潜力。为了实现人口红利，国家必须持续投资于人力资源开发，扩大高质量教育普及，创造体面就业机会，并增强青年能力，以推动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联合国驻老挝协调员重申了对老挝执行人口红利行动计划的支持。会议最终就推广和实施9个优先领域和25项重点工作达成共识，呼吁政府和社会各界与发展伙伴紧密合作，确保青年成为国家未来发展的核心力量。老挝金融博览会将于12月首次举办。老挝首届金融博览会将于12月15日至20日在万象埃德展览中心举办，主题为金融促进增长。老挝央行办公厅副主任坎坎卡萨旺女士于9月30日宣布，此次博览会的主要目的在于落实国家议程，以解决当前的经济和金融困难，提高社会对解决经济金融困难现状的认知，引导公众在快速数字化发展中安全使用金融工具，以及探讨解决金融机构遗留问题和规划未来银行业发展方向，以达到国际水平。活动内容丰富，包括银行、保险、证券和金融科技服务商的展览，邀请国内外嘉宾演讲的金融研讨会，以及针对青少年举办的金融知识竞赛等。沙湾拿吉省副省长视察色蓬县洪灾。9月30日，沙湾拿吉省副省长林通胜塔外女士率团赴色蓬县视察由连续强降雨造成的洪灾影响。本次洪灾导致色蓬河、塞邦乡河等河流沿线水位暴涨，淹没了老色蓬村等地的进村道路和农作物。视察团查看了村庄受灾情况和农作物损失。尽管水位有所下降，但由于积水未完全退去。随后，视察团向灾区捐赠了救灾物资，包括7吨大米、20箱饮用水和家庭用品等，总价值达3亿2900万基普。
4. 伯利坎塞省军警驰援洪灾灾民。10月1日，伯利坎塞省公安警察的青年官兵们与省军事指挥部及省内其他部门团结一致，共同投入到抗洪救灾工作中，援助伯利坎县松顺村和南巴村受灾民众，祝愿所有受灾群众平安，顺利度过此次难关。5. 塞松本省省长视察阿努冯县灾情。9月30日，塞松本省省长普伊坎洪本扬率领工作组前往阿努冯县科海村视察遭受台风造成的损失情况。据当地村民讲述，9月29日午夜，当地突降暴雨，引发洪水冲毁了2栋民房，并导致3人死亡，多处道路被毁，交通中断。省长普伊坎洪本扬对受灾民众表达了深切的慰问和关怀，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了鼓励。他指示相关部门，特别是省级灾害管理委员会，务必尽快总结损失情况并上报中央，同时向受灾民众和遇难者家属提供初步援助。此外，省长还向县级灾害管理委员会捐赠了500万吉普现金，用于灾区的初期救助。6. 万象省蒙丰县突发洪水冲走水上度假屋。10月1日，万象省蒙丰县因连续强降雨，导致溧河水位急剧上涨，水流湍急，洪水造成了严重影响，大量水上度假屋被急流冲走或损坏，部分被冲到桥梁处卡住，沿河居民区和低洼地区被淹，多处沿岸旅游景点受损。据报道，在水上屋撞桥的惊险瞬间，一辆汽车及时驶过桥梁，避免了危险。目前，溧河水位仍在持续高位，当地政府呼吁沿河及危险区域的民众务必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并迅速转移财物到高处，以确保生命和财产安全。7. 万象省救援队紧急营救被困居民。10月1日，万象省蒙彭洪县会登村遭受严重洪水袭击，由于持续降雨，水位居高不下，导致当地多户家庭、儿童和老人被困在屋内，急需援助。部分地区水位甚至淹没了半个车身，造成民众车辆损失。当日清晨，救援队和军队立即行动，并于上午9点左右抵达现场展开营救。在各方努力下，救援队和军队成功的将被困在屋内的多名会登村居民安全转移到高地，救援任务已圆满完成。当局提醒受灾民众需继续警惕水位上涨，并尽快将贵重物品转移至安全区域。8. 首都万象市遭洪水侵袭。10月1日，万象市发生2起主要洪涝灾害。位于万象市恩峪河沿岸的塔昂地区，著名的水上餐厅被洪水淹没，由于水量急剧且快速上涨，当地居民和救援人员正紧急转移贵重物品至高处。同日，万象市桑通县培拉村发生严重洪涝灾害，由于连续多日降雨，山涧溪水和雨水汇集暴涨，涌入低洼地区的民宅。目前，许多家庭仍需援助，当地受灾情况较为严重。当局提醒居住在低洼地区或沿河区域的民众，务必密切关注水位变化，随时做好应对洪水的准备。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